我们在纽西兰特别搭乘游艇，还有直升机，来到冰河之上庆祝我的生日。在澳洲抱抱可爱的无尾熊。我们搭乘斐济铁达尼号哦。走，起航出发。疫情解封后，原本要恢复带爸妈一起出国旅游，但因为他们觉得年纪大了，体力脚力不行了，所以用我们的眼睛代替他们看世界，继续走下去咯。嗨，我是 Polly， 我是 Jovi。很可惜哈，如果当时澳洲那一团没有取消的话，说不定爸妈还是跟我们一样一起走跳世界哦。有可能哦。当时我们规划去澳洲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表弟，他们夫妻呢，在疫情发生前几年移民到澳洲。我这个表弟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爸爸的妹妹的儿子，所以当时规划我们全家是要一起过去看看他。对。另外是我们生活在北半球那么多年了，一直都想要找个机会去南半球看看。南北半球有什么差别呢？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季节啊。季节我们这边冬天，那边就是夏天。好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星座。小时候老师都教我们，看到北极星就知道是北方。那在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哦。要找一个叫做南十字星，才能够识别是南方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因为地球自转而产生一个科氏力，那这个科氏力会让流体在北半球是偏右，南半球是偏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熟悉的台风在北半球是逆时针转，南半球是顺时针。所以有一个都市传说说，在北半球冲马桶，水是逆时针转，南半球是顺时针转。当然这只是个传说，因为科氏力只有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才比较明显，就像刚刚说的台风高低气压等等的。而这个马桶呢，真的只是传说，所以如果以后再听到，不要被糊弄了。好。我们当时规划去澳洲还有纽西兰，所以买了台湾飞澳洲，然后澳洲飞纽西兰的机票，都订好了。才想到说附近还有一个很棒的国家，而且它是一个超美的度假胜地，它叫做 Fiji， 尤其是台湾是免签的。哇，太好了。从台湾出发飞到雪梨，在这里都市观光后，再从雪梨飞到布里斯本跟表弟见面。结束澳洲行程后，再飞往斐济。结束斐济行程之后，再飞往纽西兰北岛，之后再飞到南岛，最后从奥克兰飞回台湾结束旅程。这样总飞行23847公里，31个小时。上次我们走访了最古老的世界遗产埃及金字塔，这次来到了最年轻的世界遗产雪梨歌剧院。虽然两个年代相差非常远，但亲自到现场看这壮观的建筑，都真的让人震撼感动。以前在电视上看到雪梨歌剧院，都感觉它是雪白光滑的，走近看才知道它是由一片一片的瓷砖覆盖起来的。对啊。走累了，来到雪梨鱼市场，这里的海鲜新鲜好吃，碰到一位热情爆炸的帅哥，一起合照也跟他一样热情爆炸起来。我们也在环球旅行，但是我们的方式比较轻松。对，在澳洲有2位非常勇敢的女性，她们是靠着天然动力的帆船环绕。很幸运地踏上这艘帆船，小小的空间载着无比壮大的梦想。跟现任的船长聊起，他强调实现梦想要趁早趁年轻。
环游世界是很多人的梦想，我们也正在努力的路上。所以前往拜迪海滩，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澳洲女性都这么喜爱大海，让我们也充满动力。到斐济就住在帆船上体验。在雪梨最后一站就是爬上蓝山，品尝蓝山咖啡。虽然此蓝山非彼蓝山，但我们喝的也非正蓝山。由于山上长满很多桉树，树叶会释放一种气体聚集在山间，形成一层蓝色的薄雾，蓝山因此而得名。近看绿色，远看蓝色，三天一色。飞到布里斯本和表弟他们夫妻见面，很开心的看到他们夫妻俩在异乡同心协力，互相照应，努力。公寓式酒店，采买当地食材，融入当地生活。我发现这里的节奏比台湾真的慢很多哈，有，而且还可以跟袋鼠一起跳舞同乐哦。早安，斐济！迎接世界第一道曙光的国家，今天飞越南太平洋，来到度假胜地斐济，好好享受阳光、沙滩、潜水。铁达尼号出发！很喜欢汤姆汉克《浩劫重生》这部电影，故事跟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差不多。这个影片主要的取景地点就是在斐济。我们来到鲁滨逊岛，了解当时荒岛求生与当地土著文化。在斐济感受到他们的价值观更重视人际关系跟家庭生活，看见人人都是笑脸迎人，喊着布拉，更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。天天快乐过，快乐过天天。快乐过每一天。这次旅行也是我1年1度的生日之旅。为什么选在冰河上过生日呢？45亿年前，地球诞生，冰河孕育出万物。特别搭上直升机，飞上纽西兰最大的塔斯曼冰河。Ready? Let's go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Ready? Let's go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来探索我所在的星球的生命最初，这也算是个另类的寻根之旅吧。